没错，就算我喜欢人家，人家也不会喜欢我，因为我们配不上人家。哦，你们有没有失恋过？我又还没告白，哪算失恋？林思阳，你在说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老板。你刚刚说什么失恋了？我是在问你，杨过有没有失恋过？哦，他拜托，当然有啊，他才，他才刚跟我聊到说他上次失恋的事情。哎呀，是人都一定会失恋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他不是那种经不起打击的人。也不能这么说啦。我这样讲好了，其实啊，外表越坚强的人，一旦失恋了，那种内心被挖空的感觉，会比一般人更难以承受。我们姐妹都是这种感情的人，所以 Hello， 达律师，杨姐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？哇，既然你有空来这里找他，你为什么不花一点时间多培养我？我只是来给他一些好东西的，等一下就走了。你看，这些东西都是我辛辛苦苦要来的哦，有化妆水、乳液、精华液。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牌子的试用品在网络上一包可以卖到几10块哎！真的？对哦。现在没有空了。你是我们家果果的姐姐，当然也算是我的姐姐喽。好，叶玲好乖哈，谢谢你。那我还有事，我先走喽。杨姐拜，拜拜。江律师拜拜，拜拜。奇怪了，那个向律师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？难道他喜欢上我了？向律师，燕玲，你是真的喜欢杨果吗？我不懂你的意思哎。我知道感情的事没有对错，我也没有现在要逼你做决定。可是我希望你可以忠于自己的内心。如果你发现有人比杨果更适合你，你一定要让他知道。对不起，虽然条件很好，可是我最爱的还是果果。哦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能在电话里面讲吗？真的很重要，要当面跟你说嘛。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赶快讲啦。你知不知道我最近跟小磊终于说好要交往的事情？废话，谁会不知道啊？他不是追你追快半年了吗？这事有什么重要的啊？我已经走了啦。哎，坐下啦！哎呦，快点说啦！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啦，我是想问你说，你觉不觉得向律师的条件比他还好啊？向律师，你是我老板？废话，不然还认识哪个律师啊？他条件好不好干你什么事啊？如果说他要追我的话，当然就跟我有关啦。你说他追你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你有答应他吗？哎呦，他是没有明说啦，不过他态度已经很明显啦。他还说，如果遇到更好的人，就没有必要继续跟你在一起。哎，我可没有说出我们不是一对的事情哦。你可不可以假装跟我分手，然后让我跟他交往啊？不可以，我至少在我做保姆这段期间是不可以的啦。这个事情关于我要不要赔钱呢？总之，你不可以背叛我，要继续爱着我，听到没有？啦，我还有事情要处理啦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什么？你说他追你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你有答应他吗？哎呦，他是没有明说啦，不过他态度已经很明显啦。他还说，如果遇到更好的人，就没有必要继续跟你在一起。
喜欢谁干我什么事啊？没错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可能的，叔为什么要骗我们？啊，哎呀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叔叔他不是骗你们，他是因为很爱你们，想要保护你们，怕你们受到伤害啊。只是姐姐自己啰嗦嘛，多余嘛，想说你们从来没有看过妈妈，感觉很可怜，应该让你们知道妈妈并没有死，而且啊，妈妈是真的很爱你们哦。那他之前为什么从来都没有找过我们？因为他说他的经济状况不好啊。我们跟爸爸在一起的时候，也常常吃泡面啊。难道没有钱，他们就无法爱我们吗？爸爸还会把他那一碗面都分借给我们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妈妈是真的很爱你们。是他先不要我们的，不要爸爸的，那我们也不要他。我哪里说哪人坏话？打什么打你？打！你们两个，哎呦，早知道会这样就不要跟你们讲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打我了。哎呦，好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没事没事。你叔叔回来了，好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哈，赶快带你弟弟上去睡觉。要盖被子哦，不要再哭了哈。哎嘿，回来了。他们都睡了。对啊，都睡了啦，差不多了啊。那我没什么事情，我先回去了哈，再见。哎，坐一下嘛。啊？有点事想跟你聊。哦，好。坐。坐啊。啊？哦，蜂蜜汤哎。这边买给你的。哇，真的哦，谢谢你哦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吃看看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边吃边聊了啦，哈，这样比较轻松啦，哈。我先说，嘿，我希望你不要辞掉这份工作，好吗？啊，当然不可能辞啊，这个工作很好啊，而且你给我的薪水也那么优渥，更何况我辞都比我姐的。我知道你觉得我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，其实我也曾经被人家背叛过，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很不好受。怎么话题突然那么严肃啊？你今天上班不开心啊？尤其是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的时候，那种感觉一定更难受，对吧？你一定会常常在想说，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？为什么连我身边最亲、我最信任的人他都可以背叛我？完蛋了！他一定是发现了，我死定了！相信我，错的人绝对不是你，是那个背叛你的人。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背叛你的。啊？我不应该带玉飞、玉婷去见他爸爸妈妈的。我想说，他们两个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自己妈妈，真的很可怜呢。你都不知道哦，玉飞、玉婷啊，知道自己的妈妈没有死的时候，哭得有多伤心哦。我想说，他们应该有权利知道吧？对不起。你带他们去见他妈？哎呀，对不起。我这么信任你，你为什么背叛我？原来你不知道哦。啊，你不是要跟我讲这个事情？不是啊。那是谁背叛谁啊？不重要啊！你给我解释清楚啊！你凭什么带我去找他妈？你听我解释嘛，听我讲。哎呀，你听我解释啊，老板，你要替岳飞、玉婷想想看啊！你想想看，他们两个真的很可怜呢，你知道吗？玉婷啊，她晚上常常做噩梦，做到哭醒，很可怜。然后还有玉飞，她喜欢他们班上一个男生，你看吧，你看你都不知道，你工作这么忙，一天到晚被办公室人扣回去要工作的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如果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谁来照顾他们？谁来关心他们？你啊！我就是付你钱来照顾他们的。我总不可能一辈子照顾他们吧？为什么不能？
回去啊！我不想再看到你。从明天开始，我自己接上下学。回去啊！我叫你滚，听到没有啊？滚就滚嘛，叫不叫啊？你。 脾气啊，莫名其妙，真是太可恶了，气死我了！我到底有什么毛病？竟然觉得他可以留在我身边一辈子，我怎么可能对他有这种感觉？为什么他都不了解我的用心呢？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玉飞玉婷好？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。 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她只是外表上的女人，可是内在却跟我一样是个男的。我怎么会喜欢一个那么 man 的人？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勇气怎么出现？反正他本来就不喜欢我，这样也只是回到原点而已啊。同一个世界。 身后错过、痛过漫长情节，都腼腆美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美得值得去付出一切。能够遇见你，认识你，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每。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啊？雨萍，是我。哦。 是你啊，没打扰到你吧？我只是想问你最近过得好不好？我们还是朋友吧？当然还是啊，我很好。你呢？我还是那样。 除了工作就是工作。对了，下个礼拜我要回台湾拍一支广告，到时候我去找你，出来喝杯咖啡，大家聊一聊，好不好？不了吧，到时候我工作也忙，你其实不必特地抽空来见我的。你不会还在生我的气吧？雨萍。 我其实当然不是啊，你想太多了。我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啊。那就好。我只是希望你别工作太忙，不管怎么样也一定要注意身体，知道吗？嗯，你也是。你要好好加油哦。嗯。 拜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才分手没有多久，他怎么可以？怎么会变得那么冷静呢？ 7年的感情，我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了。不能算是移情别恋啊！而且他根本长得就像个男生啊！我怎么可能喜欢杨果？不，杨一平，冷静一点。 我不可能喜欢男生啊！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美得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，人生。
们见过妈妈了。安姐姐已经告诉我了。姐姐说不要让叔叔知道。闭嘴啦！你们放心，叔叔不是要骂你们，叔叔只是担心你们会不会。叔叔是担心我们受到伤害，姐姐都跟我们说过了。请叔叔放心，我们虽然是小孩子，但是我们知道谁对我们好，我们不会跟妈妈的。玉婷上次不是说想要吃好吃的甜甜圈吗？叔叔现在带你们去买好不好？哦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的不对，我不应该擅自做主。可是他也没有必要气成那样吧？现在给我摆个臭脸，这样子摆个臭脸，还把我赶出去。你不要那么生气嘛，他有那么激烈的反应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，因为他就是父母离婚的受害者。在他小时候，他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然后父亲带走了哥哥，母亲则带着他，双方就很少来往。接下来，他母亲再嫁，再加上他继父原本就有自己的小孩，可想而知，能给他关怀是少之又少。到了他高中那一年，他母亲甚至跟他开口说，希望他能够搬出去住，理由是家里房间不够弟妹住。在两个小孩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不告而别，不闻不问，从来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。现在事业有成，觉得需要亲情了，就回来想要把他们要回来。真的不知道这些父母把这些小孩子当什么。难怪他会说那样子的话，看来我是错怪他了。哎，齐大哥，不好意思哦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今天谢谢你跟我说那么多，谢啦，拜。老板，我来了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是我的不对，我不应该擅自做主的。可是，我还是觉得我这么做并没有错。其实，我今天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家很有钱的，我妈呢，她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女人，她带着我外公给她的嫁妆，把家里的生意做得有声有色的。我听我妈说，那时候她光是靠放款生利息，就可以让我们在忠孝东路的房子多10几栋哎。你姐很像你妈。后来我妈的身体就越来越差，所以她就把生意交给我爸做。可是我爸，他就不是块做生意的料啦。我妈过世没多久以后，我爸就因为投资失败，把所有的钱都败光了。那时候他怕债主找上门，所以他就连夜逃跑，丢下我跟我姐2个人。就连我跟我姐身上的几百块钱，都被债主给拿走了。我们姐妹俩肚子饿，没有钱吃饭。还是靠我姐去骗路边小朋友的饼干，才把我们给喂饱的。所以你是要来告诉我，你恨你爸？不，相反的，我是要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恨他，反而我非常想念他，很想要知道这些年他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吃饱，有没有穿暖，这些都是我想知道的。而且我一直幻想着，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再见到他，那该有多好。如果真的有那一天，我一定会像小时候，冲过去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告诉他说：“爸爸，我好想念你，你好不好？”可是我姐就不一样了啦，她说如果她再看到他，她要给他一把菜刀。老板，给他们一个机会认识自己的母亲吧。
一无所知的遗憾，并没有比较好。我就开门见山的说，我不会把小孩交给你。不过我可以答应，每年的寒暑假，在我的监护下，你可以有3天跟玉婷跟玉飞相处时间。3天？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。坦白说，你这几年的不闻不问，我就有绝对胜诉的把握。要不要接受，就看你的决定。他下午4点会过来接小朋友，所以你要把握时间。玉飞、玉婷，妈妈牵手好不好？好啊。去啊，去啊，没关系啦，不用勉强他，这种事情急不来的。走吧，我们去逛街。走吧，走，去逛街喽。走。你这么快到了？那你在哪个路口？哦，好，我知道。那可能要再等一下，因为他们……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时间差不多了。我们家要买哪一件？统统买好不好？你穿这个很可爱哦。老板的车已经在外面等了。来，小心一点。玉婷，妈妈帮你把衣服换上，好吗？好。妈妈每天都在想，可以帮你们买衣服，再帮你们把衣服换上，扣子扣好，把拉链拉好。有时候连做梦都会梦到，没想到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。妈妈为什么要哭？因为妈妈很高兴啊。玉婷，你要当个乖小孩，要听叔叔还有杨姐姐的话，好吗？不需要担心你。对不起，妈妈不应该让你这么小就懂这么多事，都是我不好。在这边哦，我们等下就回家了，听话，乖哦。玉飞，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没别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
事，妈妈不会有事了，不会有事。我们来急救，来，过来我这边，过来这边。妈妈不会有事，妈妈好不容易找到你们，他们不会丢下你们的。哪一位是吴佩轩的家属？他现在有内出血的状况，我们要把他送进开刀房。你等一下。妈妈在里面没事的啊，不要担心，医生会把她治好。等一下，不准有事，听到没有？你要好起来，这样我才可以放心的把两个孩子交给你。需要你。这个不行啦！哎呦，不帮忙就算了，走开走开，不要在那边玩啦！你们两个哦。姐姐，你明天会跟我们一起去机场吧？来，姐姐呢一定会亲自送你们上飞机的啊！看着我，要听姐姐说哦。你们到那边以后啊，要非常非常听妈妈的话，因为妈妈的身体才刚刚好啊，所以你们千万不能让她伤心，让她难过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好乖哦，好舍不得哎。姐姐，虽然你是所有照顾我们的姐姐阿姨里最小最笨的一个，但是我们最喜欢你。哦，谢谢你，我也爱你们啊。我也是，我也是最爱你了，比鼠跟马少一点点。哦，好姐姐，啊干脆你当我婶婶算了，啊，婶婶就是跟我叔叔结婚啦。结婚。你这样就可以跟我们一直在一起了。反正我也不喜欢慧芳阿姨，叔叔也没别的女朋友啊，你就嫁给他嘛。你们两个不要乱讲话，这种话不可以乱讲，听到没有啊？你好聪明哦！我要去跟叔叔讲，叫我跟杨果儿求婚哈。哎，你要去哪里呀？不要啦！哎，你去哪里？哎，去哪里？你跟你讲哦，这话千万不要让你叔叔听到哦。要是被他听到，我会被开除哎。虽然我只说好明天，可是这种话还是不能讲，乱讲啊！你听到没有哈？你们两个。真的啦，姐姐，你考虑看看。我觉得叔叔还蛮听你的话，你就继续留下来照顾他好不好？好你的头啦你！哎呀，你们两个弄得我肚子好痛哦！我赶快好好整理行李哦，我回来检查，要不然我就哎呀，我去上厕所，去这里，去！你们两个实在是哎呀，肚子好痛啊！那边啊，这边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闹红了。看来你的看法是对的。哦，好。我说的当然没有错啊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不知道吗？跟着妈妈的小孩啊，才是最幸福的。不管我们这些外人呢，再怎么疼爱他们，永远都比不上妈妈的疼爱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只是觉得有点遗憾，太晚注意到他们，才开始想要当一个好叔叔，就要离开了。不会啦，不会遗憾啊，永远都不会遗憾。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好不好？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，
我跟我姐2个人捡过一只流浪狗，然后我们大概照顾了它有1个礼拜的时间，然后我们还把它的皮肤病啊、寄生虫全部都医好喽。然后有一天，我们2个就很开心的牵着它在路上散步，结果我们就遇到它主人，没办法啦，只好还给它主人喽。虽然我们2个很舍不得、很伤心，可是啊，我们后来每次啊，只要经过那户人家的时候，那只小狗就会很兴奋的对我们摇尾巴，哎，你会觉得那只狗在笑，哎，真的很可爱。我只是想要跟你说，你对玉飞、玉婷的好，他们永远都会记在心上的，永远都不会忘记你这个叔叔曾经有多么疼爱他们，多么照顾他们，不会忘记你的啦。好。好。对啊，当他们想到我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想到你。对啊，那2个小鬼真的很妙哎，竟然还想叫你跟我求。求救啦！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自己不太会照顾自己啊。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情，有哪里东西需要修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跟我求救，我就会过来帮你，我很厉害的。那既然这2个小鬼明天就要离开了哈，那我想你应该用不到保姆哦。虽然用不到保姆了，可是搞不好你会需要个管家之类的吧？哦，也好，如果见不到他，也许我的心里就不会老是这么七上八下的。应该用不到了吧？啊，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哎。那明天我送他们去机场以后，就正式离职。这样最好。向雨萍，你不能再越陷越深了。你放心，自检费我会给你多一点。哎呦，不用什么资遣费啦，你给我的薪水已经够多了，你就算到明天就好了啦。好。好，我会通知会计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家喽，老板。再见。再见。这是最好的结果了，但我为什么像打出官司一样，心里还是那么不舒服？是该面对现实的时候了，杨果。你终于还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，不管你有多么想继续赖在这里，赖着这个老板，快点清醒吧。只有我了解这些
张一平，你就说点什么吧。平常一开口便死人不偿命，现在叫你说几个字却吐不出来。听说最近失业率又升高了哦。啊？有啦，我是有听说啦。不过我相信，只要肯努力，一定找得到工作。对啊。你带我来这边干嘛？身为你的老板跟朋友，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知道比较好。我已经找人调查过了，叶明跟这个男生应该同居有一段时间。哎呦，现在我的表情应该要怎样会比较好啊？是应该生气大骂呢，还是难过大哭嘞？哎呦，我都已经离职了，你干嘛还要那么鸡婆啊，向先生？你是闲是不是啊？我知道这么做对你很残忍，可是与其要你忍受以后被甩得难看，还不如现在我跟你一起面对这个事情的真相。其实我没有那么痛苦啦。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勉强不来的啊。如果真的是这样哦，我就祝福啊，大方一点嘛。有他去了没有关系啊，算了啦，算了。为什么？这种事为什么你不生气？啊？难道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？啊？哎呀！这种事情怎么不去呢？我对辛苦啊，就这样呀。虽然我很心痛，可是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勉强不来的啊。我相信叶玲一定有他的理由啦。我们应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嘛，这样子才对嘛。人要客观一点嘛。难不成你在忍受受痛苦？还是因为你身份让你不敢去争取？没关系，我帮你。你帮我什么？不是，老板，没有什么嘛。哎呀，不要这么欺负我！哎呦，这门怎么搞的？老板，事情不是你讲的那样嘛。肖医师，哎呀，老板。baby， 我要跑了，流血！你要对不起。流血了！对不起啊！跟这种人道歉干嘛？叶玲，你看清楚哦，真的不知道这个家伙哪里比杨国好，你一定会后悔。对不起啊，走了，我再跟你们解释。走了，对不起。接着。老板，我不太会打篮球哎，如果你要找人 PK 的话，我不适合啦。好好发泄一下啊！啊？发泄？我已经没事了啦。哎呀，失恋嘛，谁没有失恋过呢？一天到晚失恋嘛，对不对 ？OK 的 ，OK， 没事。当年我哥跟我爸离开我的时候，我好难过，可是却哭不出来。后来他们就带我来到这里，我们三个在篮球场上痛快地打一场球，汗都流光了，最后眼泪自然也就干了。后来我发现这个方法对我来说蛮管用。高
中的时候，我要离开我妈妈，独自一个人到外面生活，甚至是慧凡要跟我分手的时候，我都会一个人到这里，拼命的打球，痛快的流汗。在他小时候，他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然后父亲带走了哥哥，母亲则带着他，双方就很少来往。他母亲再嫁，再加上他继父原本就有自己的小孩，可想而知，能给他关怀是少之又少。到了他高中那一年，他母亲甚至跟他开口说，希望他能够搬出去住，理由是家里房间不够弟妹住。要不试看看？篮球啊，我真的不 OK 啦，你下次约我打躲避球好了。我一直以为我找到这个治疗自己的方法，也会很适合你。不会啦，你可以这样陪我，我就已经很感动了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我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可以帮你治疗。啊，还有啊，老板真的不用了，你不用那么客气了。还好没有改变太多哎，我记得是这边对不对？你到底在干嘛？找魔法球啊，啊？就是你说那一颗有什么神奇魔力的球嘛。想说如果被我找到了，我可以重新帮你许愿，这样搞不好以后你会遇到更好的对象哎。你还记得哦？当然记得啊！当时我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怎么会不知道？从来都没有人相信我的傻话，就连我姐都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笨蛋。为什么你也会相信魔法球啊？为什么你要对我那么好？因为我不希望你受到伤害啊！对不起，我一直把你当作……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勇气怎么出现？但我终于住进你的心里，分享同一个世界，身后错过痛过漫长情节，都变甜美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美得值得去付出一切。能够遇见你，认识你，喜欢你，爱上你，感谢我美丽。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所以我对你当然有一种使命啊。也对啊哈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我养我是打不死的蟑螂哦。你看，就连一颗炸弹都没有把我炸死，更何况只是小小分手一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放心啦，不要用那种同情眼光看着我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我会活得好好的。还有，不要在白费力下面找。一片片落叶为开出个花园，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。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很谢谢你哦，老板。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留恋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勇气怎么出现？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，当他发现你被劈腿的时候，竟然这么生气，一副想杀了我们这对奸夫淫妇一样，真的好不寻常哦。你想，他有没有可能喜欢上你吧？哎呀，不可能啦！在他心里面，我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同志哎，而且他自己也说过啦，他会对我那么好，是因为他把我当哥们啊，顶多再加个救命恩人的头衔喽。哎，他应该是为了帮救命恩人出一口气吧。
有钱人家工作一阵子，给我养成这种坏习惯。你看，还这么多哎！哎，我说啊，反正现在啊，你也不用张罗小孩子吃早餐。我想老板应该是不会介意多你一个人吧？我们老板他有说什么吗？啊？我告诉你哦。你可是有合约当护身符的哦。当初我签合约的时候呢，可是清清楚楚签了合约是1年，在这1年当中呢，你没有犯任何错，他是绝对没有权利开除你的，懂吗？我可以再去找别的工作啊。你是白痴啊！现在外面景气那么差哎，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？1个月15万哎！你听着哦，如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话呢，你就给我死皮赖脸撑到合约期满为止，懂吗？好啦，吃饱赶快去上班嘞，别在家里浪费电。哎，还有啊，反正现在呢没有小孩子要顾，你记得到那个巷口陈妈妈这边呢去批一批手工回来弄一弄，知道吗？好啦，赶快去上班，去。吃饱了。我早要去哪里啊？好难哦，死定了啊！哎，说不定可以哦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没别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哇，领导就是人呢！小猪小韩，不好意思，我朋友。哎，你好。我们参观一下。哦，还有好，你们忙。姐姐呢？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模型吗？这你盖的？真的假的？好厉害哦！里面还有那么小的人，好可爱哦。如果每个客户都像你一样好搞定，那就太好了。我是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啦，不像我姐还有点概念。哎，对了，我这样子会不会打扰到你上班啊？不会啦，我要忙会跟你说。啊，谢谢你啊，你人真好。哭过就忘掉，做个单细胞，世界多美好，不需要思考。啊？你不回雨萍那边了吗？我总不能一辈子待在那里做什么清洁打扫的工作吧？那到了月底，领薪水的时候你怎么跟你姐交代？所以啦，我想先找到工作再告诉她啊。那你想不想当我助理啊？我？因为我最近多接几个案子，挺需要人家帮忙的。真的吗？哎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哎，而且又不是像去餐厅或者是便利商店打工。没关系啦，民间可以慢慢学啊。我最主要是要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。我信得过。那下个月开始上班。谢谢你，老板，这是我圣诞老公公啊！哎，不好意思。喂，啊，老板。玉婷下个月生日，玉飞下个月也生日，所以，哦，所以你想要帮他们买生日礼物是吗？对。那你就买啊，叫我来干嘛？我想说，你跟他们相处时间比较多，应该比较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吧？哦，你找我来就是要我帮忙就对了。OK， 玉婷呢，她比较好处理啦，你只要买给她可以发射，然后声音有很大的机关枪就行了。那至于玉飞呢，
他比较喜欢梦幻跟粉红色的东西，应该要花点心思挑才可以哦。哎，要不然这样好了啦，我们先上楼把玉婷的东西买掉。好啊，好啊。走，这边应该找得到岳飞的礼物吧？这有差吗？藤编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这件玉飞一定会喜欢。你生气，你耍赖，真性情无人替代。你觉得这件怎么样？这件很好看，很适合他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啊，还不错。这一件还不错吧？料子很舒服哎，舒服哎。好，你喜欢就好。不是，重点是玉飞要喜欢吧？这蓝色也蛮好看的啊，要不要连玉试试？去吃饭啊？我说一起吃个饭，现在都快中午了，你帮我忙，请你吃饭也是应该的。我没有说不吃，吃饭就吃饭啊，反正我也饿了，饿烂死。哎，我要吃好料。喂，哎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要去，帮我留一个名额。OK， 拜。哎，不吃饭喽。好。没有啦，因为我朋友说临时有一个打工机会，1个小时120，只要发问卷 ，easy， 我一定要去。拜。哎，干嘛？你刚刚不是说肚子饿吗？哎，肚子饿喝水就好了啦，拜拜。哎，不好意思啊。深野塔。哎，赚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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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是你说要请我吃饭的。是你要请我吃饭吧？啊，不管啦，反正改天再去嘛。不行啦，我这好不容易的打工机会，我一定要去啦。好，那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你帮我？对啦。你确定吗？我们这样弄完去吃饭哦。啊，走啊走啊！哎，等一下啊。又怎样？东西还没拿啊。你快点呐！屎尿多你！跟你讲啊，打工不到你就死定了。我觉得你没有很合适呢，还是我自己来好了啦哦。哎，那有什么问题？不过就是发东西嘛，可以啦。好啦，要不然你发我问。好啊。啊，对不起哦。是啊。走，开工。走。对，给你们。可以麻烦你帮我做个问卷吗？哎，刚刚那个拿身份证别的好帅啊，好帅的啦！哦哟，帅哥。哎，刚刚那个保护手演的好帅哦。他刚刚帅哎。对啊，看一下。可以麻烦你帮我做个问卷吗？不好意思，东西拿来要做问卷的。哎，小姐，东西拿来要做问卷，小姐。可是我现在却要拿来买一张对生活半点帮助也没有的 CD。
方下，看他到底要做什么。好，去。竟然把我当贼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只买这一张。啊？这一个来哈，快点啦！怎么那么久？没有，今天真的人比较多，不好意思。拜托。请问一下，你一个月的用量是？量好大。在生理期最困扰你的是侧漏还是？瘙痒又有异味啦。虽然刚才已经出了气了，可是我心里面还是很痛啊！哎，那边那么多人是在发赠品吗？好啊，看我来大展身手，一次拿个够！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前面是在发赠品吗？怎么最后才可以拿？没错，小哥。怎么在这边啊？快点！没有，今天发生的差不多事情，我自己弄就好了。我还没有拿到哎！如果今天没有花到钱就算了，可恶，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们！不要跑！走了，快点走啊！快点啦！突然怎么那么快？我姐在后面啦！你想？换我的啦！你知道在我生理期的时候最困扰我的是什么吗？是痒痒、发炎还是异味？都不是，在我生理期最困扰我的呢，就是你，这个冷血无情的律师向雨萍，想。赖着你，就像难搞的小孩，只想对你傻傻依赖。奇怪，怎么一下就不见了？吓死了！这个是比那个绑架还要紧张。傻屁呀！这很好笑嘛？你怎么会想得出来沿路丢赠品这一招啊？你当我姐是鸽子哦？哦，快笑死了！哎呀，对了，你干嘛那么怕我姐看到你啊？不是嘛？再怎么样，我也是一个老板啊！哎，老板在路上发这种东西，糗哎！哦，也对哦，真的很尴尬哎。干嘛？你呢？啊？你为什么怕你姐做你？
没有啦，因为我还没有跟我姐说我已经辞职啦。你不要误会哦，我不是后悔啦，我只是还没有想到要怎么跟我姐讲啊。我好饿哦，走啦，去吃饭好不好？你不是说要请我吃饭？你不会饿吗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，我帮你了，我们去吃火锅。哎，不要再丢了，我又不是鸽子。好了啦，不要再丢了啦。我又不是鸽子，你叫我不要吃什么，你会想一想嘛。发正品的，站住，不要动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辞职了哈？没有啊，我有找到工作了啦。找到工作？你说还有什么工作会比赖在老板这里薪水还更多的？哎呦，我知道短时间之内是没有比较多，可是将来还是有机会啊。将来？你干脆说以后将来地球会毁灭，大家都不要赚钱算了啊！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妹妹啊？叫我先从助理开始做起，我下个月1号就开始工作，真的，你不信可以去问他啦。他真的愿意收留你吗？也好，室内设计的确是一个比较有未来的工作。嘿呀，总比当人家保姆好啊。嘿呀，好，明天我跟你去找齐大哥，好好谢谢他愿意收留你。好。请你收下。你太客气了啦。哪有？你才客气嘞！如果以后社妹有什么不懂事的地方呢，你就尽量骂，玉不琢不成器嘛。你夸张，我只是在当个小助理，什么玉不琢不成器啊？人家总会请人享受啊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子干嘛？去洗切切。懂事。啊，我去切水果哈。对不起啊，我正在忙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忙，你不用管我，没关系。这房子有很多柱子哦，这不好设计哦。你看，这边也有，那边也有，还有那边。哇，这个如果真的要设计起来是很麻烦。你看懂设计图啊？没有啦，其实就一点点而已啦。明明就很会那边装，他平常最喜欢看就是这些设计图，而且常常跑去光华商场买一些过期的杂志回家看。哪有？我也是有买一些新的啦。对对，你家里不是有一本那个？花那么多干什么？齐大哥，这水果很甜的，那请吃水果。谢谢。其实这样很好啊，以后杨果有不懂的地方，就多一个人可以讨论。杨果，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工作啊。我是说，外面的工作不好找，你姐姐那关又不好过，而且按照合约上的规定，你可以找到新的工作再离开啊。
你知道我真的好喜欢你吗？什么事啊？老板，客户已经到了哦。知道了。觉得怎么样？不错啊，挑的人蛮多的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不久前你还对我说女人是多么的不可信任，连找个保姆要找个不可能爱上你的。怎么啊你180度大转变？拜托，一个单身男人刚跟女朋友分手，现在想通了，想要找一个女人谈恋爱不行啊？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啊。那就对啦。跟他打招呼，跟我打。哎。愿意又可以和他谈恋爱的女人，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去看台北市最漂亮的夜景？好啊，那就先这样。礼拜3晚上7点 ，OK， 好，拜。放完到这上面的地址、电话送人。哦，好。哇 ，Jessica、Amanda、Monica， 会不会太多了？喂，Sandy 啊，哎，我知道，记得，170公分很高挑的那个模特嘛，150公分对我来讲也算高挑啊。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没别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人生。哦，女孩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放心啦，今天至少会有900块进账，好不好？妹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有更好赚的打工机会来了。老板啊，要送花泡妞，你现在呢到花市呢去随便买一些花，然后给他随便包一下送过去。我已经算过了，这样子呢一束这样算下来，我们可以赚500块的差价哎。啊！老板，哪个老板啊？你猪头，还有哪个老板啊？哎呀，你现在拿笔抄一下哈。好啦。Sandy， 建国南路2段35巷。慢一点啦。好啦。急什么啦？还有啦 ，Jessica、Monica， 还有 Amanda。啊，不止一个。哦，还有嘞 ，Lucinda、Juliana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除了那个 Sandy 以外啊，其他都有押韵呢，超厉害的。那你老板是怎样？中邪哦！你记得呢，你要去那个社子岛花市，因为啊，有3个女儿在那边上班，这样你比较省事。然后我跟你讲，那个包装随便弄一下就好，不用太讲究，知不知道？知道啦，拜拜。果果要270耶。果，我说这家玫瑰要270耶。200就 OK 啊，就这家啦，很便宜啊，刚买啊，刚买啊。你姐要是少爷这么大方，一定不会超过你的啦。拿出你们洋门女这样的精神呢，少看10块也好。拜托，
钱又不是我的，是向大律师的，关我什么事？老板娘，100算250就好了啦，大家交个朋友嘛，是不是？啥？250？哦，我若卖你250就是结束啊啦！你给我这当做倒财哦？哦，老板娘都是学生，很穷的啦，赚便宜点，拜托。好啦，15把3000，要不要卖？哎呀，早备哦，你早讲嘛，我随给你包起来。15把，向大律师居然愿意为一个女人花这么多钱呢？哦，真好，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？不是1个，是6个。6个？他发情期到啦？但我想他应该不是在喜欢你吧，不然怎么会毛起来泡妞呢？他当然不可能喜欢我啊，我顶多对他而言就是个哥们吧，要不然再加个救命恩人之类的。谢谢你送的花，好漂亮哦。喜欢就好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约我出来耶，害我都没有时间回家换衣服。我这样穿会不会太朴素啦？不会啊，很好看。是吗？我跟你讲哦，这套衣服啊是《VN威属》上一季的主打款，虽然我觉得很可爱，但是啊这一季已经过时了，在这一季呢绝对不会有这样的颜色出现，而且这季流行。是我们喝太多还是灯光太暗啊？我到底看中它哪一点？好看，还有啊，上一季呢就是会有这些亮片，但这一季绝对不可以有。反正呢，这一季的主打色就是大地色系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你不要看这2包面纸，看起来好像一模一样，你就被那个1包23块给骗去。跟你说，这1包虽然要28块，可是这1包足有130抽。重点是，这1包里面每一张面纸都比较厚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撕成2半，1张当2张用，这样子算起来1包就是多出140抽啊，是不是比较划算？讲国际啊，平常都是在做这种事情嘛。看啊，像我这双鞋就是大地色系的，好看啊。袜子蛮好看的。哎呦，你都没有仔细看，再看一下，给你猜这双鞋多少钱？给你个提示，后面3个0。就是需要这种正常的男女关系。老板，不要睡在沙发上啦。老板，在这边睡觉会感冒哎，去房间睡啦。
一片片落叶会开出个花园，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。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。喂，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又是怎么出现？我刚到家。当我终于住进你的那就这样哦。OK， 好，拜拜。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我要女朋友的话，我马上就可以有。你看，我电话簿里面都是女生的电话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女生，你知道吗？不男不女的。你明白我有多珍贵，好的值得你为我改变。请你继续温柔召唤我，灿烂笑容一天一天，到永远那一天。爱上你有多幸运，像是天使的礼物，我们不要辜负这幸福，一定要相信。如果爱真的是那么的少，我们就一起说我们的不易的爱不被打扰。一片片落叶为开出个花园，手牵手爱过整个冬天。每只蝴蝶为了飞，为了翩翩起舞，先做一个茧。最美海岸线总是要很蜿蜒，才足够让人往返流连。你的身边要不是比天边还遥远，拥挤怎么出现？当你终于走到我的面前，完整所有的画面。对，你饶了我好不好？我今天已经答应党哥要帮他做道具，1天1000，已经很好做，你还想怎样啊？哎呦！哦，拜托，哪有比这个更好赚的打工机会啊？你知道吗？光昨天那一些花，就让我们净赚3000块哎！你真的很夸张哎！要是你老板知道有你这种咬不带老鼠员工哦，他总比我有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米虫妹妹好吧？好了，不要闹了，今天还有2个地方要跑，你拿笔记一下哦。Apple 忠孝东路6段。搞什么鬼嘛？泡妹妹就泡妹妹啊，花招还这么多，是想要整死谁啊？行照驾照看一下。摩托车啊，熄火啊！哎，干什么开我单？我没有违规。还没有违规，超载还3贴。哎，你看清楚，这不是人，这是熊，这是熊嘞！如果是人的话，我就多开一条未戴安全帽的罚单。哦，哪有这样子的啦？可是我这个不是我要载啊，你。可是什么？签名啊！骑车还讲电话，花1000块。好啦，知道了。有何贵干？听你姐说你很会修东西哦，我这边有个东西，你要不要来修修看？哈？只有我了解这幸福感觉，美得值得去付出一切，能够遇见你。哦，女孩，喜欢你的花裙摆，见你告白别见外。哇塞，发生什么事情啦？他怎么了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就拿起来，它就垮了啊，变这样啊。你拿起来，
你拿吸尘器干嘛？吹灰尘啊，不然拿吸尘器烤蛋糕哦。吸尘器是用来吸灰尘的吧？好，吸。这种事情，你妈礼拜天会来吸啊，从来都没有看过你打扫。哦，我突然就是，你就修就对了嘛，那么多废话干嘛？好啦，这我试试看啦。你真的很夸张哎，不会打扫乱搞。看不懂哎，这牌子好像很贵哦。好啊，要不然这样啦，我帮你免费拿回去修一次，有没有带着？借我。等一下，哎，你看嘛，这个这样进去啊，然后这样就还蛮，对不对？好像是这样哦，还有慧根买啊。你也不错啊，你不是你家冰箱都修的，还可以用10年，不是吗？也没有什么啦，反正吸尘器嘛，大同小异，管它 LV 什么 V 嘞。这个要提成袋。真奇怪，跟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比起来，她长得一点也不好看啊。可是为什么看见她，我的心情就莫名其妙的好了起来啊？听我姐说你最近毛起来追女孩子哦，而且一次还不止一个，真假的？啊？哦，还可以啦，就认识几个比较像女生的朋友而已啊。像女生的朋友。哦，看来你已经从失恋阴影走出来了嘛，真的很厉害耶！我就不像你，我这个人是很重感情的，每一段感情我都认认真真的，没有办法像你那么快就移情别恋喽。那我介绍几个给你认识啊，腿又长，胸部又大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你的菜啊？菜你的头啊！那些头发染得乱七八糟，穿着细高跟鞋，嘴巴唇油厚的跟猪油一样，女生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你自己给我吃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修差不多了，我走了。哎，还没试试看它会不会动哎？不能都用舌头舔干净啦。哎，这。真的有毛病哎！为了丁慧凡，难过跟什么一样？我们男人真的是很可怜哎，为了女孩子难过，被你们说娘娘腔太没骨气；不为了女孩子难过，就被你说什么太绝情啊！哎呀，也不是这样说嘛。你看他昨天难过跟什么一样，就我今天嘞，像公狗一样发情啊，到处撒尿。你干我讲那么难听啊？他只是想要多交几个朋友嘛。毕竟像慧凡一样完美的女孩子，已经不多见了。也是啦，他要交几个女朋友，娶几个老婆，我当然是不会有意见啊。只是哦，最好他交那些女朋友都会修吸尘器，免得啊，我要像老妈子一样大老远的跑去帮他。你要帮他修吸尘器啊？对啊，你不觉得很夸张吗？他那么有钱呢，吸尘器坏了就买一台就好啊，有吗？不，重点是，他从来不打扫的，怎么会知道？我也觉得奇怪啊，你看连你都觉得怪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了，他有毛病，他就是喜欢欺负我，他欺负我他就很开心，他有毛病，他连毛都有病。哎，大家吃饭啦！志宏，中午吃什么？累死，管他吃什么，赶快填饱肚子就重要，对吧？3缺1，好不好？请问向律师在吗？小姐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是我们午休时间。是。
你不是？哎，丁小姐，丁小姐，欢迎！哎，丁小姐，欢迎！大明星，丁小姐，欢迎！我是专程回来看你的。有空吃个饭吗？这么多年，没那么快能改掉。以前，每次咖啡端上来，都是半匙冰糖，2个奶球，都是我帮你弄好这些，你才喝的。喏。谢谢。我好想你。每次工作累的时候，每次想放弃的时候，我就特别的想你。你也想我吗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当然有用了。我承认之前我是有梦想，我认为只要站在舞台上，就一定要在顶端发光发亮。原先因为爱你，我总是裹足不前。原本我以为放弃你之后，我就可以义无反顾了。可是现在我才知道，我错了。跟你分开之后，我才明白，其实你才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理由。没了你，不管台下有再多的掌声，只会让我觉得更空虚。我们和好好不好？原谅我，原谅我之前说的那些傻话，让我们回到像以前一样好，好吗？怀凡，我。